漂亮啊！对，港式无锡排骨。哎，二位好，大家好，今天二位给我们弄一个啥好菜？这菜可有年头了。嗯，这菜我得重点讲讲这菜。好，这菜叫什么？无锡排骨。无锡排骨我了解啊，江苏菜，淮扬菜。大爷，今天我做这个啊可不是淮扬菜，港式无锡排骨。哎，建国饭店第一任大厨黄金元，后来到了天伦王朝，我跟他做搭档，他的原方我给呈现过来。在天伦的时候，我们俩做搭档，这个方是他的原方。今天我得好好看看，哎，这个港式的无锡排骨跟淮扬的无锡排骨有哪些区别？哎，好，大爷，开始吧，二位。大爷，你看，哎，你给准备好了啊，我可挖坑了。哎，挖坑我大爷。哎，介绍一下原料吧，是吧？哎，香叶、桂皮、八角、草果，这个料是提香的。哎，少量的冰糖，这是呢番茄酱，这是蜂蜜、香醋，这个呢 OK 汁儿，这个呢鸡汁。海椒葱头，这是您的老贯口啊，老贯口。最后还有一个什么？嗯，您淮扬菜您知道，嗯，这个红曲米啊，但还真不是说提粤太夸张，嗯，这个港式的还真是，不一样，不真不一样。哎，你看很简单，你看我这排骨呢，看着还挺新鲜，这个不用焯，哎，一焯这排骨就没那么香了，就直接炸开，油温差不多了啊。哎，好，哎，一看就有60热，对，这油温低了不行，慢慢的品茶，大爷香就要出来了。这个荡气味也没了，回锅骨就没必要再出水了。这样烧出来肉呢更香的。对，这个方法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烹饪方法。你像过去的烧鸭块、烧鸡块都在炸，都要炸。现在也是大火，大火。哎，你看是吧？慢慢让它就上做。这个不怕炸，时间长了会把肉给炸老了。不会炸，因为我还得拿高压锅还得压，这就熟了，大爷。好了，好烧出。哎，下一步啊，开始了。哎，也都在这个香料里。哎，桂皮、香叶、草果，这一个就八角、建议啊，然后呢跟着哎，你看，哎，所有这料都是分下去就行。葱姜、胡萝卜、芹菜还有洋葱，哎，都下锅了。因为我们这个肉呢，一般都是属于酸性的，所以二位呢每次在做肉菜当中放了一些素菜、姜菜啊，素菜属于碱性，它的酸碱平衡，而且呢又增加了美味。你看啊，看着就好吃，还没吃呢。对啊，开始咱们加料了啊，黄油啊，这爆香，然后这叫烹调，烹调啊！你看这口味香滋味够了吧？跟着我们再炒这个。番茄干丝100克，肉桂汁，肉桂汁，你看得100，这个味道这排骨味道它特殊啊，西干城也是粤菜有常用的调料。对，这个网上都有卖的啊。你看啊，这味道出来了吧？不一样。这个呢是鸡汁，哎，25克。哎，你看也都搁进去。好，这鸡汁和这肉桂汁俩出来有种特殊的合成香味，对，是吧？混合味道。香醋，镇江香醋60克，然后呢，你看这搁一块儿就够了。哎，冰糖少搁点，是吧？这还有一个呢，找颜色，红曲粉，哎，提前沏好的。市场呢有卖这个红曲粉、红曲水、红曲米，经过提前要泡制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拿点水烧出来啊。对，烧开了的热水4勺。大爷，我们先烧它一会儿，烧一烧，起火，高压锅吧，是吧？好，这你压着锅，我这菜就可以上了。对，挺漂亮。好，这颜色也挺漂亮。对，好，得了，大爷，挺漂亮。哎，你看，无锡排骨开始压。得了，大爷。好，时间到，25分钟出锅。大爷，你看闻闻这个味儿，嘿，非常错不了，错不了。哎，这排骨先紧锅烧，先把配料给它煸炒一下，先给它煸熟了。对，煸一下啊，煸一下辅料。对，青葱椒，还有洋葱。好，然后放在小盆里头。来，师傅，你把汁儿来一倒就行了。加点生抽，小热口。这盐呢已经挺烫了，再加点生抽啊，大概有6克的生抽。这排骨闻着就香啊。对，蜂蜜，有10克就足够。原有基础上又加了1勺白糖啊，咸味够，咸味够。这锅给烧上了啊！生活要有仪式感。哎，这味道多香啊！味道特殊，口合适。
这过年过节的时候来这么一锅，哎，港派无锡骨，它是咸能吃过，甜酸也能吃过，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。这鸡汁都是这咸味应该是外来的调味品。对，这个差不多。好，就给勾芡喽。这就得喝红酒了，那样是吧？对，吃肉喝红酒啊。对，挺漂亮啊。对，放点米酒，精彩。对，明油亮馅儿。好，吃多了，看着冒泡。好了，漂亮啊！醋的香气，火腿汁的香气。大爷，哎，给您来块肉吃。嘿，哎呦，这立秋我都没吃过肉。对，来点这。好，港式的啊，我每次都是享受第一口的幸福。对，哎，幸福满满啊对！港式无锡排骨。哎，大爷直摇头。大爷回味。我再比较，哎，跟无锡排骨有什么不同？对，哎，咸、甜、酸、鲜，汁香，味儿厚。嘿，跟无锡排骨呢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比较。这心砰哧砰哧直跳。你说大爷这做南方菜了。哎，不是有什么说什么啊，哎，各有千秋。二伯这点儿我比较信服在哪儿啊？二伯不管做鸡，没有鸡味儿；做排骨没排骨味没有儿。排骨味儿。哎，哎，说什么味儿呢？说白了就是鸡的腥味儿、排骨的腥味儿、鸡鸭的腥味儿，包括其他的一些牛肉、羊肉的腥味儿没有。对，为什么？它巧妙的运用了胡萝卜、芹菜、香菜、洋葱。葱头，对，荤素搭配合理，颜色搭配合理，口味搭配合理，啊，不管是港式的、苏式的，各有千秋，啊，说个不同的吧，哎，我也透露一下无锡排骨的啊，方法。无锡排骨是不炸，为什么不炸呢？它需要吃排骨的软烂。你哎，看二白这做这个排骨，看着软烂，但是很整齐，因为它拿油给炸了，排骨保持了完整性。锁住水分。锁住水分，但是它呢瘦而不柴。淮扬菜做，你像比如糖醋排骨，它要炸，对，但是它做什么？做冷菜，糖醋小排，那个要炸，要吃什么？肉的干香，然后回甜，是吧？还有醋的醋香。这二伯这个手法呢，我特别赞同，也欣赏。二伯辛苦，谢谢大爷。好哎呦，嘿，终于让大爷能赞美回去，不容易了。这点食物呢，小心点儿。来尝尝尝。又吃那老味儿了，师傅，跟原来您教我那个一样。对，过两天我回家再做一份。港式无锡骨。港式无锡骨，感谢师傅，哎，感谢大爷，哎，好，非常好啊！今天也算二伯踏实了，二二伯也尝尝了哎，啊！好了。以前的小吃现在不太常见了，老北京果子干儿。您看看咱们今天准备的料啊，你看柿饼儿、柿饼儿、葡萄干儿，然后山楂干儿、杏干儿、圣女果干儿，哎，这是新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咱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了。你看还有这个藕啊，是我刚才削的，然后您看不变色，为什么呢？刚才我在这水里边加了点白醋，哎，桂花，然后这儿还有糖桂花啊。咱们网友在家的时候把这些都得洗洗，把它泡开了，是为了把它这个褶皱里边的有点脏东西给它洗出来，全都把这些泡上。咱们这柿饼呢，咱们要拿手掰，不要切。把这藕咱们切一下啊9个眼了，咱把这藕焯一下，锅一开就可以了。准备一盆凉水，这里边加点白醋啊，为了防止这个藕啊变黑。水开了，哎，冲凉吗？不用冲凉，里边有醋。普及一个小知识啊，九耳藕呢是含淀粉量高，炖出来以后呢是面味，产在呢这个长江以南。北方的藕呢就是脆甜嫩，对，荷塘小炒，荷塘小炒啊，那就得是用脆口，用脆藕，它是7眼的。水呢也开了，山楂下去，洗好的山楂，这个先煮一会儿的，然后把这个杏干儿下去，葡萄干儿，葡萄干儿，圣女果干儿，圣女果儿，把冰糖下去。好，黄冰糖。咱们把这个柿饼儿给掰成这么大块儿就行了，
一定拿手掰，别切的没有掰的口感好，把它熬粘头了就行了。把这柿饼搁里边，这全名叫什么呢？叫果子干。果子干。果子干。哎，以前都是挑着担子。果子干儿嘞，好嘞。您看咱们这个水变成这个色儿了，把这藕也下去。这果子干有什么固定要求吗？基本上就是这几样。咱这儿还有一个秘密，这是什么秘密？这是果冻粉。哎，咱们加一点水，先把它化开了。其实咱们这个汤汁已经有点黏度了，加上这个呢，口感更好。更黏。藕粉呢？藕粉也可以，咱们在那个网上都能买得到。咱这样就把火关上。咱们这儿准备了点干桂花，这点就够了。咱们把它搁里边，把它晾凉以后下入冰箱。这个桂花酱还没有放呢。最后出锅时候再放。哦，这个味道非常好。等它自然凉却之后，往冰箱一放，明天早上一吃。哎，您看咱们这个从冰箱里边冰镇完了拿出来了。哎，我给您盛一碗。藕现在还是脆的呢。我知道您爱吃甜的，特意给您来点桂花酱。哎，好嘞。好，您尝尝。尝尝合不合您的口味？我就来个柿饼吃吧。酸酸甜甜，大爷爱吃柿饼是吧？真好吃。是吧？酸的、脆的、甜的，是吧？各种味道融合在一块儿。你看二位，特别是藕，谁爱吃甜的呀？我爱吃。二位那碗快吃完了啊。尤其是藕，脆脆的，是吧？还有带有淡淡的桂花的香气。甜食本身就挂着。对，酸甜开胃，到夏天冰碗它又特别解暑。沈厂那大块冰，小碗一碗一碗的全搁在冰上。来一碗清凉红藕，那也炎热的夏天。对，北京人的情怀呢。